在河南汝州的一座山巔之上，藏着一座古老的石頭山寨，四周皆是懸崖绝壁，地勢極其險要。山頂上數十間石屋錯落分布，這是古時村民為躲避戰亂修建，整整耗時8年才建成。自建成以來，它歷經無數戰火洗禮，卻從未被攻破。從高空俯瞰，整座山寨神秘莫測，它的防禦究竟藏着怎樣的智慧？今天就跟着鏡頭，我們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們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阿樂。今天我们来到河南汝州的大山里面，那個神秘的山寨啊，就在我的身後。它這個地方地勢啊極其險要，四周都是懸崖絕壁，所以說自古以來呢，這個地方從未被攻破過。現在呢，我們就走到寨內去看一看。現在呢，我就直接來到寨門口了。這個地方就是它以前的寨門，但是好像進不去了。你們看邊上高高的石牆，它這個高度啊應該有10米左右。這下面呢就是懸崖絕壁啊，在這個大山裡面，因為它是在一座大山的山頂上嘛，地勢真的太險要了。看樣子這個地方就是它的寨門，但是好像現在進不去了。我們看看能進去不？這個地方是塌下來了，一大堆的石頭在這裡，好像還可以進去。哎呦！哎呦！終於進來了。我們看它這道門吶，好像就是以前留下來的，還挺厚實的。然後兩邊還有這種圓孔，這應該是插那個木樁子了，用來抵門的。它這個城牆的厚度有2米多吧，2米多的厚度。這個地方被堵起來了。這個地方應該以前是保安室，也是有人居住的。因為這裡是寨門嘛，肯定隨時有人守着的。你們看上面還有，上面也是有住人的。我們上去看看。它這個地方肯定下面跟上面隨時都有人守着的。哎呦，這裡面怎麼這麼多垃圾啊？有人在這裡住嗎？你們看，這裡有一口鍋，這裡面還有很多這種繩子，這個繩子不會是以前留下來的吧？然後這個地方就是瞭望孔，然後射擊孔了。然後這邊就是它的寨牆，但是這裡垮塌了。哎呦，你們看那裡有一頭大象。好大一只啊！不知道这個是以前留下來的還是現代人弄的啊？這大象雕刻的挺像的。哎，我們過去看一下吧。我們看看它這個是石頭雕刻的，還是靠那個水泥給它豎起來的？我們看看是不是實心的。這好像是後面有人來弄的，裡面是空的，水泥給它豎起來了。我們從這邊走吧，我們從左邊過去，然後那邊繞過來。它這裡面有很多路的。這裡這堆的應該是水泥吧？應該時間久了之後，已經快變成石頭了。然後這裡還有猴子的雕像。這裡還有人燒紙。還有你們看，這裡就是房子了。這邊上還是磚頭砌的了，然後其他是石頭。這個磚頭應該是後來砌的。這後面這裡有人居住，你們看，這裡面好像真的有人居住哎。這門口啊還雕刻了有龍有鳳，還挺像的。你別說，栩栩如生的。這只鳳也是很像哦。然後這裡還有水桶，水桶裡面還有水了。這裡面看起來挺乾淨的，不會真的有人住吧？看樣子有點像啊！你們這個床鋪都是鋪好的。這邊還有插座了，這裡還有個架子，這個是非常古老的玩意兒了。這個是古代用來洗臉的，這個地方放上那個臉盆，然後這個位置是放那個香皂的，上面還有鏡子，但是好像掉了。我們來看看它這個房子，
全是石頭，上面都已经被熏得很黑了。它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石头，然后垒起来的，还有缝隙。它这个房顶倒是挺厚的，应该是不会渗水的。你们看这个床铺，好像真的有人住哎！我的天哪，不会吧？这里还有电灯，這邊還有神像，這個地方還真的有人住，但是現在應該是沒人了。你們看上面這些有很多那種泥巴，應該在幾年前這個地方是有人住的。哎呦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水桶，這個是裝水的哦。你們看，還拉了電線。它上面這些房子都是通電的，但是現在應該是沒電了。這裡也是有龍。哦，這裡是廚房，有灶台。這個灶台看樣子也是後來搭建的。下面這個就是石板的灶台，這個是泥土的，3種都有，磚頭，然後石頭、泥土，挺有意思的。這裡也是一條龍。它這個應該是用來做菜板吧，或者洗衣服的。吃飯也可以啊，坐在這裡，然後可以吃飯在這裡。然後這邊這道門是鎖起來的，也是有電線拉進去。我們通過這個窗戶來看一看。哎呦，看看裡面有些少，有一些生活用品，櫃子啊，那些什麼碗啊都有，桶啊。然後這邊還有防盜門呢，它那裡面是一個寶貝嗎？這還挺高的，它這高度應該有5-6米吧。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盆兒，裡面有水的。這裡應該是一扇窗戶，然後給它堵起來了，不讓人看，那我們就不看了吧。這邊上都是寨牆，下面就是懸崖。哇，這上面好舒服啊！說實話，這裡的空氣特別好，視野非常的開闊，因為它在山頂上嘛。你們看，我們現在還能看日落。哎呦，舒服啊！這裡，我們走到這個邊上來看看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好高啊！但是這裡真的很漂亮啊！你們看下面這些山脈，哎呦，非常的舒服。以前這個地方呢是不通公路的。然後後面嘛，為了裝這個大風車，然後就挖了一條公路進來，但是沒有硬化。這邊還有很多房子，對面還有很多的，我們走一圈吧。然後這裡還有一間小廟，我們上去看看供奉的是誰啊？說實話，我看不出來，不知道是誰，真看不出來。但是中間這尊那個手指已經破損了，這邊這一尊手裡面還捧了一個什麼東西，用那個包裹包起來的。這裡也是有一間房間，這裡面也是有很多這種畫像，代筆母、送子母。這個是引光母，他的手掌裡面有一隻眼睛啊。這裡還有沙發，這個地方還有供台，裡面也是擺放了很多神像啊，有觀音菩薩、財神、玉皇大帝。這邊是一張床。這邊也是一樣的，也是有床，也是有神像。怎麼還在滴水呀？為什麼這上面會有水滴下來的？很奇怪呀！今天這不是大太陽嗎？還挺潮濕的。你們是不是看外面方方正正的？它的裡面是呈一個拱形的。
然後它這些牆壁上呢也是有這種壁龕的，可以用來放東西。然後上面呢有很多這種方孔，它这种方孔应該是倉木裝置的，然後上面一層用來就是堆東西嘛，下面住人。这边这裡面呢就是空空如也，什麼都沒有。然後現在我們又走到那個懸崖邊上來了。哎呦，太陽快要落山了。你們看對面還有很多房子，全是石頭房。你們看它的屋頂厚不厚？應該漏雨，應該是不會漏雨了。下大雨的話，滲水應該是滲不進來的，但是那個岩壁上，它肯定會有少量的水滲進來，肯定是有的。你們看，這裡有這個刺兒，這個樹。哎呦，這一間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啊！你們看以前的櫃子、抽屜，這個是啥？已經發霉了。信金流水賬，這農村那種流水寫的賬本。這裡還有工具了，木工用的，還有夾子啊，還有一個碗。然後這裡也是有一張床，床上還有一雙拖鞋。這個櫃子看起來挺漂亮的。你們看，這裡有一張椅子，上面還鋪上這個墊子了。這裡面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炕，但是塌掉了。然後上面也是當床在用，這個應該就是守衛居住的地方，因為這個地方以前隨時都有人守着的。這個位置看樣子他應該是能爬得上來，但是爬上來也沒用啊，有人在這裡守着，肯定又預備了很多石頭啊，有武器，你敢爬上來，一石頭就給你砸下去了。所以說，他建成以來從未被攻破過，真的非常的安全的，住在上面。這邊這些都是房子。這兩排都是，全是房子，但是這裡面的都是空的，只剩了一些石頭，其他什麼都沒有。現在呢，我就走到起點了，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頭大象的位置，然後這個山崖的中間呢還有房子，我們去看看這間吧。這一間我看到有那個門很精緻，那個是後來進的門，我們上去看一眼。然後這個山寨呢差不多就走完了。這裡有一個大坑，我們看看幹嘛的？這可能是水井，到現在裡面還有水呢。但是它這個在山頂上，這個水怎麼來的呢？應該是下雨的時候然後存起來的。但是邊上的岩石怎麼是濕的呀？還在滴水，它的邊上的岩石有水滴出來，為啥呢？這個在山頂之上怎麼還有水呢？你們看，很奇怪哦。今天是大太陽啊，有沒有下雨啊？這個水真的很奇怪，這上面的石頭就是乾的，底下它是濕潤的，好奇怪呀！真的，山頂上居然還有水源。你們看這個門，也是後來修建的，這個磚頭也是後來砌的。以前的時候，這些全是石頭，因為那個時候都沒有這種磚頭吧。這裡面還放了，也是有這種鐵門。這是鐵的，這個是啥？這個是袋子吧？然後這裡也是有一張床，下面是木床，上面鋪的這個是木棍吧？那種比較軟的那種木棍材料，給它編了一個席子，然後釘在這裡。哎呦，這裡供奉的是誰呀？我怎麼看到還有人拿着大刀啊？但是中間這尊看起来像是包青天，我看到額頭上有那個月亮。你們看這個岩壁上，它有很多這種方孔啊，它兩邊都有，
然後就插上木樁子，鋪上木板就可以放東西了。然后下面这裡呢，它也是有这些壁龛的，这可能是用来放那种煤油燈啊，然後放東西的。這個看起來像是神龛哦。哦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們下山吧，要不然一會兒真的天黑了。朋友們，這座山寨呢，現在我就走完了，真的太佩服古人了，就地取材，靠那種不規則的石頭就給他壘了這麼多的房子。而且以前那種寨牆保存完好的時候，根本就攻不進去的，因為它四周都是懸崖絕壁嘛，只要守好那個寨門寨牆，根本就攻不進來。而且這個地方呢，在前幾年好像是有人居住的，但應該是那種休閒的人在這裡居住。這上面以前是通電的，但是現在呢，已經空無一人了，好像是沒人住了。好，今天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